明明不爱了，要不要分开？昨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上个月她爱情长跑了10年的男朋友向她求婚，但这个周末他们分手了。事情很简单，男生下班回来随手把脏袜子扔在沙发上，发小以前都是提醒，然后默默地丢去洗衣机里。这次他突然发火，两个人大吵一架，分手脱口而出。两个人谁也没有挽留，好像他们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朋友跟我说，每天晚上他们都各自躺在自己的半边床，刷着自己的手机，像个拼床的陌生人。男朋友求婚之后，她变得很焦虑，不敢想象自己后半生就这样平淡地度过去。已经不爱了，还要像惯性一样的恋爱，按部就班的生活，这多可笑。他跟我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叫惯性一样的恋爱。我不知道你有过吗？好像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你就越来越看不见那所谓的爱情。身边的这个人，你们朝夕相处很多年，吃同一桌饭菜，追同一个电视剧，喝同一个杯子里的水，也为同一只猫欢喜难过。你知道他睡觉习惯往右侧身，他知道你生理期只用那个牌子的卫生棉。你们明明已经熟悉的不只是恋人，而更像亲人，可就是这种胜似亲人的情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好像无聊起来。你说你看上了某一件外套，他视线不离开手机的飘来一句，那你买呗。你忙着玩手机，把菜炒糊了还忘了放盐，也没有觉得抱歉，随便叫了一份外卖装盘，他也没吃得出来。节日的礼物，生日的祝福，你们像很多情侣一样，看似恩爱，看似平和，但只有你知道，他在车里待的时间从5分钟变成了半小时。要送你礼物的时候，他也是丢给你一句，礼物挑好发给我，我去付钱。礼物好像越来越贵，但心思越来越少。你越来越想念那个为了给你买喜欢的蛋糕，站在寒风里几个小时等你的傻小子，也越来越怀念那个因为不能为他煮一碗暖胃的粥而自责到哭鼻子的傻姑娘。现在你们越来越熟，你们用某种固定的公式相处着，你们谁都挑不出毛病。可是你们不再在爱情里做更多的努力了，那还叫爱情吗？所以我的发小跟我说，直到发生又一次的脏袜子事件之后，他才突然意识到有一种状态叫做习惯式恋爱。不是相亲饭局上匆匆认识的快餐恋爱，不是用房车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式恋爱，但是相比前面我说到的这两种习惯使然的恋爱，更让人无奈。你们真诚的相爱过，也都在这段感情里投入过，你们都在为这段感情变好做过努力，但是猛然间发现，那努力现在不再有了。电影《消失的爱人》里，女主为了不让丈夫离开自己，不惜制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绑架案，
最后逼得丈夫在电视上公开真心表白。两个人很清楚，他们已经不爱了。那些所谓的放不下，所谓的舍不得，其实只是不够勇敢。你害怕一个人生活，害怕被丢下，害怕年纪大了会独身，害怕孤独终老，害怕被人议论。李银河曾经在王小波离世之后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人生总要错过些什么，才能遇到真正的幸福。错过甚至遇不见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将就。真心的希望我们都可以遇到那个携手一生的人，这当然是最好的。倘若不能，也希望你我都有勇气，趁早结束现在不合适的。虽然放手很难，但总好过将就一生。晚安，祝你好梦。Don't know how I can explain. 하루 종일 네 생각에 간절해 낯설어. 나 왜 이런 걸까? You're the cure to all my pain. 널 좋아하나 봐. 널 사랑하나 봐. 이젠 더 이상은 숨길 수 없잖아. 내일 더 아껴질 거야.